长得像恐龙之外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只要身上有鳞片、有个尾巴、有4只脚的，我们通通都称之为蜥蜴。我们就以我们手上这只王者蜥来做这个介绍好了。那王者蜥呢，它特别的点就是在于它的尾巴。所有的王者蜥这个家族的呢，他们都有带满刺的尾巴。好，那这个尾巴呢带满刺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，这尾巴非常的肥厚，所以尾巴主要是储存一些能量。所以他们在沙漠呢，因为不一定能够每天找得到食物吃，所以它储存能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。唯一身上能够防身的地方，就是这根像狼牙棒一样的尾巴了。它会去甩动它的尾巴保护它。所以当其他猎食动物要靠近它的时候呢，这尾巴它一甩动，这么尖锐尾巴一甩动，那猎食动物可能就会知难而退，那它就可以得到一个保护。除了能保存能量及防御之外，有些种类的蜥蜴还会用自割断尾的方式来逃跑。那我们另外再来看看它这种扁扁的身躯，为什么它身体会是扁扁的呢？其实主要跟它的栖息习性有关，它是地栖型。地栖型就是说，它就是完全在地面上活动，它不会爬树，它不会爬高，它也没有办法游泳。所以，以这种王者蜥这一类的这个蜥蜴的话，它们扁扁的主要是它们能够适应在地面上爬行，而且它们身体宽宽扁扁的呢，对于这阳光照射吸收能量呢，吸收光、吸收热是有很好的效果。日行性蜥蜴靠着接收太阳与热后，身体才能正常运作。因为当身体照到太阳时，体温就会升高，身体自然就可以代谢喽。我们现在介绍它的四肢，可以仔细看看它的指甲。它的指甲并不是非常的尖锐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们是属于地栖型，只要能抓住东西，只要能挖洞就可以了。它们指甲并没有攀爬树的功能，所以不用非常的尖锐。所以相较于其他的蜥蜴，树栖型的那些蜥蜴，像绿鬣蜥，它们的指甲非常尖锐。你可以看到王者蜥指甲是不尖锐的。那它们的手跟脚呢，都一样是5只脚趾头。我们看到前肢有5只脚趾头，手指头后肢有5只脚趾头哈。王者蜥呢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它的脸。你可以看到它脸颊这边有2块肉，非常的发达，看起来胖嘟嘟的好像脸胖嘟嘟的感觉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2块肌肉呢？这2块发达的肌肉主要就是拿来咀嚼、去咬那些比较坚硬的骨类，或它们食物中会遇到比较坚硬的东西。所以这是王者蜥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大部分的蜥蜴是会吐信的，就如同蛇一般，是为了方便寻找食物、感受周遭环境或躲避天敌。虽然蜥蜴如蛇一样会吐信，但却拥有比蛇还要更好的感觉器官哦。蜥蜴没有耳壳，但是它们有耳朵的构造。这一个呢，就是它们的耳朵，在脸的后面呢，这边有一个洞。洞里面有一个薄膜，这是它的鼓膜，所以它们是可以听得到声音的。蜥蜴呢，它们的眼睛是在2侧的，所以眼睛在2侧的动物一般来讲都比较不是猎食动物，都是比较属于是被猎食的这种比较食物链底层的这种生物。但是呢，很多蜥蜴它们是肉食性，像巨蜥类。巨蜥类是肉食性，它们眼睛虽然在2侧，但是它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位置辨认的功能，跟它们非常发达的嗅觉。我们这只王者蜥，它2只眼睛都在2边，那它们的方向不能分开旋转，它也不能够对焦，所以它们就是比较单纯的草食性，比较属于杂食性、草食性的这种小型的底栖型生物。在王者蜥蜴头部前端的2个小孔，就是它们的鼻子。因为它们常常住在沙漠洞穴中，为了避免沙子进入鼻腔，才演化出小小的鼻孔。但你发现了吗？鼻孔周遭有一些白白的粉末，那又是什么呢？鼻子旁边有白白的粉末，那个是它们排出来的盐腺。那它们的尿尿呢？因为在沙漠之中水分非常的珍贵，它们不会随便去把水分给排泄掉，把尿尿代谢掉，所以它们要靠这种盐腺把它们额外的一些盐分给排出来。盐巴的盐就是盐分，身体多余的一些矿物质跟盐分。接下来要介绍蜥蜴最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仔细看，它们圆滚滚肚子的下方有一排孔洞，有什么作用呢？这个东西叫做骨孔。
骨孔，骨就是屁股的骨，屁股的孔，然后就骨孔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骨孔呢？这上面分泌的这些是蜡质的腺体，这些腺体呢，主要也是在标示地盘使用。它们在尤其雄性会比较发达一点，这分泌物在摩擦到像石头啊或者是地板的时候，会有留下味道，那这个也可以标示它们的地盘。以前我们都称蜥蜴、蛇等等两栖爬虫类为冷血动物，其实应该称它们为变温动物才对。它们会因为照到阳光后改变身体的温度，而不是一直保持冷血的状态哦。蜥蜴它之所以特别的点，除了在于说它变温动物，它爬虫类，它有一个很长的尾巴之外呢，它特别的点是它们是分布在各种不同的环境，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种类，它们从非常的这个高温，高温到甚至40度、50度，像我现在手上这只王者蜥，它就可以非常适应沙漠型的天气，那可以高温可以到40、50度，它可能都能忍受，低温可能可以到10度、15度，它都能忍受。那像这种沙漠型蜥，那像还有热带雨林型，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绿鬣蜥，到处在台湾流窜繁殖的这种大型的绿鬣蜥，那还有像变色龙。变色龙它也是在非洲，主要是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变色龙。变色龙最特别的点是，它们有一个很长的舌头，可以瞄准猎物，然后去把这个猎物给捕食，直接进到嘴巴里面，而且它尾巴还是卷卷的。变色龙有2只眼睛，看着不同的地方，可以做不同方向的旋转。那鬣蜥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，我们叫海鬣蜥，它是在加拉巴哥群岛里面，它是几乎是完全依海而生，它们的食物呢都在海里面，它们是吃海里面一些海藻去过生活，所以这是海鬣蜥是在演化上面比较不一样的一种鬣蜥。原来蜥蜴家族分布那么广泛，真的是很成功的物种。而在蜥蜴家族里面，不同的物种所吃的食物当然也不一样，食性可分为3类，有草食、杂食以及荤食。究竟这些蜥蜴们都吃些什么呢？小只的蜥蜴呢，从小只的蜥蜴开始呢，它们最喜欢吃的就是昆虫，或是蝸牛，甚至是蚯蚓，它们都吃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大一点的蜥蜴呢，它们会吃什么呢？可能它们会吃老鼠、小型的鸟类，或是甚至捕鱼。好，那再大一点的蜥蜴呢，它们会吃什么？哦，那就很厉害咯。像我刚刚说的巨蜥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科莫多龙，它们就会吃更大的哺乳类动物，可能说农舍里养的鸡，或是鸭，或是鹅，甚至它们可以吃野生的水牛，或是羚羊，或是鹿，它们都有可能去把它一起集体去进行打猎这个动作，然后去猎杀它，然后把它吃掉哦。全世界的蜥蜴超过6000种以上，但是在分类上，我们可以把它粗略分为6个类型，其中也包括了夜晚出没的种类。让我们快点来认识它们吧。第一大家族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鬣蜥家族，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水龙。那水龙呢，它呢主要是以肉食为主，所以它会吃一些小型的昆虫，甚至会吃一些小型的鸟类的蛋。绿水龙特征呢，就是它们会有涂口红，粉红色的口红在嘴巴这边。第二点呢，它们是全身是绿色，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，它的腋下呢会有一点橘橘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它们的头部呢比较像恐龙。那怎么说呢？它们的嘴巴其实里面的牙齿呢，因为它们是属于肉食性的，所以它们牙齿会比较锋利一点。为什么叫水龙呢？因为它们比较喜欢栖息在河边，然后呢，它们有时候呢也擅长游泳哦。那我们也可以看，它们有长长的尾巴，这尾巴有什么功能呢？帮助它平衡，因为它们有时候可以跑得非常非常快。它的脚呢前面都有尖尖的爪子，它们的爪子呢就是有利于帮助它们快速的从地面爬到树上，然后离开它们的危险。鬣蜥家族在背后都有一道长得和恐龙很像的鬣鳞，它有明显的散热功能，所以在外形上相当好辨识。这是分辨鬣蜥家族最明显的特征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巨蜥。巨蜥跟鬣蜥都是世界上属于大型的蜥蜴。桌上这一只不断的喷气，它跟科莫多龙也是近亲，
它是巨蜥家族中的沙巨蜥。那沙巨蜥呢，它在哪里？它在澳洲，它是澳洲非常非常有名的巨蜥哦。因为巨蜥家族它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野生动物哦。它们呢，主要在野外都是吃肉的，什么肉都吃，从昆虫肉、蝸牛肉、蚯蚓肉到小型脊椎动物、中型脊椎动物，甚至我刚刚说科摩多会捕食大型脊椎动物的肉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有力的爪子，那这些爪子呢都一样锋利，都像小小的笔刀或是美工刀一样锋利，那可以帮助在它们咬住猎物后呢，进行像是叉子与刀子一样在切牛排的那种功能。好，每种巨蜥牙齿其实都不太一样，有些巨蜥牙齿呢比较圆一点，是专门吃虫；有些尖一点，像牛排刀，甚至更尖的呢，有可能像锯齿状的镰刀一样。所以被巨蜥咬到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哦。巨蜥家族体型巨大，最大可达3公尺，都是属于肉食主义者。个性凶猛的巨蜥，可说是蜥蜴家族的王者呢。再来第3种呢，就是我们最常在家中看到的蜥蜴，那它就是壁虎。那其实有部分的壁虎呢是不会爬墙，那我们有它的别称叫做守宫。这一只小小的蜥蜴呢，它就是守宫。好，又有人叫它壁虎。这一只呢是豹纹守宫，它呢并不会爬墙哦，但是它有哪些特征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它呢有各式各样的花纹，就像孔雀鱼的尾巴有各种样子跟各种颜色是一样的哦。那这是守宫家族的特征，它们的鳞片非常非常的细腻，只是有一点点颗粒而已。好，那第2点呢，就是豹纹守宫，它们都会有一个肥肥的尾巴，这个尾巴对它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豹纹守宫其实生长在于沙漠环境，那大家也知道，沙漠的食物非常非常少，它们呢最喜欢吃的是小昆虫。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尾巴，赶快逃命。所以呢，守宫家族我们要必须非常注意的是，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断尾求生。守宫家族通常都在夜晚出没，也因为眼花的关系，有的有壁虎弓，脚趾具有吸盘，4只脚各有5指，脚趾内有皱褶，善于吸附，所以能够飞檐走壁。在墙壁上自由地爬来爬去，也不会掉下来。但有些第7型的手工脚趾则没有这样的功能，但它们一样都在夜间出没，所以视力相当的敏锐哦。接下来介绍的是石龙子家族，它们有特别光亮的鳞片，像是上了一层厚厚光亮的蜡一样。肥肥的身体配上短短的4肢，它们就是蜥蜴家族最亮眼的体型代表——石龙子。有一种蜥蜴滑滑的，然后鳞片亮亮的呢，我们在台湾的公园里面也可以常常看到，那就是石龙子科。现在我们这边呢，桌上有一只蓝蛇蜥，那蓝蛇蜥也是石龙子家族的哦。好，那石龙子呢有哪些特征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它的皮肤呢，它比较光滑亮面，然后呢，顺顺的可以滑下来，很好摸，冰冰凉凉的。它们都会有短短的4只脚，有些时候具有断尾的功能，就要比较小心，因为呢，它们会借由断掉尾巴来保护自己。大部分的石龙子其实它们都是吃小昆虫的，但是呢，像我这只蓝蛇蜥呢，它们就是杂食性的石龙子，它们呢喜欢吃一些青菜，也喜欢吃一些水果，可是也有一些石龙子呢是纯素食的。再来要介绍的蜥蜴，体型比起一般蜥蜴来说相当巨大，食性也和巨蜥相似，但实际上是不属于巨蜥科的。在当地，它们经常潜入鸡舍中偷吃鸡蛋与小鸡，所以又被称为蜥蜴中的狐狸。那这只蜥呢，它叫做南美蜥。那南美蜥呢，它又很像巨蜥，可是呢，它又像鬣蜥一样是杂食性的。那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种蜥蜴。那南美蜥家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蜥蜴家族哦。他们一天呢可以吃掉非常非常多的食物。那南美蜥是杂食性的蜥蜴哦，他们很喜欢吃鸡蛋啊、鸡肉啊、小老鼠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昆虫肉类。好，甚至他们当然也会，他们饮食均衡，也会吃一些，他们比较爱吃水果，例如呢，像这只南美蜥最喜欢吃的就是香蕉跟奇异果。
南美蜥的特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呢是平平的一片板面，很大一片背板是平平的。它们当天气冷的时候，它们就会开始挖地洞，然后筑巢，然后就在天冷的时候先好好的睡上一觉，保存体力。等到天气慢慢回暖的时候，它们会再醒过来，然后继续开始吐舌头找食物，或是准备生小蜥蜴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呢，南美蜥呢，它们也跟蓝蛇蜥一样呢，它们会有断尾哦。它们虽然没有像手工家族呢那么会断尾，那么容易断尾，但是呢，如果它们真的受到很大的外力，就会断尾哦。最后要介绍蜥蜴最特别的家族，它的四肢全部退化，如同蛇一般用蠕动的方式前进。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与蛇的差异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跟石龙子科很像，那可是它没有脚，那它就是蛇蜥。它们其实是蜥蜴家族中最独特的，因为呢，它们长得非常像蛇。我手上这一只蛇蜥呢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蛇蜥，又称帝王蛇蜥。它们主要是住在欧洲的地方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它们也有蜥蜴的特征，来证实说它们其实是蜥蜴家族的成员，而不是蛇家族的成员哦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样跟霞蜥一样有眼皮哦，它们是可以闭眼睛的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后方有一个小小的洞，那这个就是耳孔，所以它也有蜥的。跟蜥蜴一样的听觉器官呢，就是它们的耳孔，所以它是蜥蜴。然后只是因为呢它长得太像蛇了，所以我们给它命名为蛇蜥。那蛇蜥跟蜥蜴的爬行方式呢也不太一样。我们可以看到蛇爬行的方式呢是大概呈现波浪形的往侧边走。好，那蛇蜥呢，因为它们的腹部鳞片呢跟蛇构造不太一样，所以呢它反而是有点像是用推前进的方式往前走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爬行的方式就跟蛇不太一样了，它不是蛇形态，它可以随意变换，它想要直行，或者是它今天想要转弯。更特别的是，当蛇蜥遇到危险时，可以把尾巴断成好几十节，而不是只有一节，更能发挥欺敌的效果哦。爬虫类身上满满的都是鳞片。那它们一长大之后呢，不像我们的皮肤有弹性，我们皮肤会延展，它们的鳞片到一个程度没有延展性、没有弹性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想办法把这旧的皮脱掉，底下就是产生一层新的皮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它的旧的皮，这个就是它的皮肤，哦，这是旧的。那底下呢，新的皮肤就可以跟它对照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旧的皮肤呢是没有光泽，新的皮肤是非常的有光泽。蜥蜴跟蛇都必须靠着不断的脱皮来成长蜕变。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做个小侦探，靠着这些皮来了解判断主人是谁，体型有多大。最后要来教大家一个催眠蜥蜴的小魔术，赶快来看看这只蜥蜴是如何被催眠的呢？日行性的蜥蜴呢，它们有一个很神奇的开关，就像是催眠一样，它会变比较乖一点。就是我们的头顶正上方，我们只要轻轻的盖住，然后呢，只要跟它说要乖一点哦，我要跟你好好的玩。当我数到3的时候，弹完手指头，你就要变乖乖的可爱小蜥蜴哦。好，那它就会变乖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出现呢？那日行性的蜥蜴在它的头顶正上方有个松骨眼，是感光器官。蜥蜴的眼球不像人一样是放在正前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前。蜥蜴的眼球呢是在脸的两边，那它有很多死角，像是正上方有死角。就是呢，它最死角的地方就是它整个背部，因为眼睛看不到，所以呢，例如说，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只鸟咻飞过去，蜥蜴呢松骨眼就会突然闪了一下，那这时候蜥蜴就会决定，心中就会开始决定要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赶快逃跑，然后呢，这样可能可以安全一点。第2件事情就是呢，我干脆不要动，它可能我不动，就像捉迷藏，我不动，它就不会发现我躲在这边。那其实这个就是松骨眼可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